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上一个视频呢，我们根据 Coinbase 研报对以太坊2.0 merge 后的价格进行了估值。今天呢，我跟 Gary 将为大家介绍这个加密世界中的一匹黑马，这个 Terraform Lab。那本期视频呢，本期内容呢将分为上下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我们将介绍一下 Terra 的基本面，第二个视频呢，我们会着重为大家介绍 Terra 的链上的投资产品，如这个 Anchor Protocol 啊、Mirror Protocol 等。然后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OK，那下面呢，先由 Gary 为大家带来本周3个最值得关注的新闻。现在我们看第一条新闻，就是这条新闻说法院驳回了针对币安涉嫌出售未注册加密证券的一个诉讼。之前币安是被指控在美国出售未经注册的证券，也就是加密货币啊，这违反了美国的一个证券法。这次的驳回暗示着币安美国上市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去年 CZ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今年第一季度他们要上市，很明显这第一季度并没有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第二季度能不能如愿上市。下面看第二个新闻，这条新闻来自彭博，说在4月6号到4月9号之间，迈阿密会举办一场比特币峰会，全世界的比特币热爱者们都会来到迈阿密来参加这场峰会，到时候也会有很多投资人。现在已经确定来的就是Michael Saylor 比较出名的，还有那个木头姐那个 Casey Wood 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观点，并且他们也会投资一些新的比较好的一些 idea。文章同时也提到了曾经的 New York 和加州的硅谷是当仁不让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获得风头最容易的地方，但现在迈阿密也大有追赶上来的那个架势。现在每年在区块链方面的投资也有7.6亿美金之多。新闻也提到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去年也买了热火 NBA 球馆的一个冠名权，最大的加密货币公司 Blockchain.com 也搬到了迈阿密，迈阿密很有望成为下一个加密货币中心。现在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条新闻，这条新闻说比特币的挖矿的网络难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接下来的200万枚比特币将在120年内陆陆续续被挖光。通常情况下，网络的难度都是和我们币价成正比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这一指标。上周我们介绍就是 Terra Foundation 的时候，他们购买量大概是在十二亿美金，这周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钱包地址，他们现在这一周大概是又买2亿多，现在总共是买了15亿，等于说现在他们的总进度的话是在15%左右。就是钱包地址呢，我们已经放到上一期视频的评论区，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去查看，我们已经把地址置顶在评论区了。OK，下面我们进入主题来谈谈我们那个 Terra 链的一些基本面。Terra 是由 Terraform 实验室的多坤和 Daniel 在2018年共同创立的，使用 POS 作为共识机制。POS 曾经我们也介绍过，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就是点上的链接，就是看看我们当时对这个 Proof of Stake 这个机制做的一些讲解。Terra 提供的智能合约有利创建各种不同类型的稳定币。Terra 是一种使用 Cosmos SDK 创建的区块链网络。致力于创建稳定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UST。Terra 稳定币之前不使用法币或超额抵押的加密货币作为储备，而是使用该网络的原生代币叫 Luna。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 Terra Foundation 宣布购买100亿美金的比特币作为 UST 的储备，也说明了我们 UST 不仅有算法来稳定，同时还具备了链外资产来做额外的支撑。我们之前理解的稳定币多是由法币和加密货币作为支撑的稳定币，也就比如说 USDT、USDC，还有那个币安的 BUSD。一般情况下，抵押的稳定币都允许用户将稳定币兑换为等额的法币或有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然而 Terra UST 使用算法来供应量，每一枚 UST 由治理和效用代币 Luna 支持并兑换。假设我们想铸造价值为100美金的 UST，按照锚定的价格即为100枚 UST。为了铸造这些 UST，我们需要兑换等值的 Luna 代币然后 Terra 会销毁我们供应的 Luna 代币。如果我们的 Luna 市场价值为100美金，算法便会要求我们销毁1枚 Luna 来铸造100枚 UST。我们也可以用 Terra 代币来铸造 Luna。比如我们需要铸造1枚 Luna，100美金的价值 Luna，我们需要销毁100枚
100枚 UST，即使现在市场上的 UST 价值不是1美元1枚，我们也视兑换率为1美元。这种机制啊，利用了供给需求关系理论，维护了 UST 的稳定性。为了与 UST 稳定币挂钩，Luna 的美元价值可按照1:1比例与 UST 代币兑换。比如说现在市场上 UST 的价格为0.98美金，套利者用一枚市场上买来的 UST 换取1美金来赚取2美分的价差。因为存在这种套利的机会啊，便会增加 UST 的需求量，同时减少其供应量因为 UST 会被销毁，需求上升，供给下降，根据供需关系曲线，稳定币就会回到1:1的挂钩状态。那现在又比如说 UST 的市场价格为1.02美金，套利者可以将等值的1美元 Luna 转化为一枚 UST 来赚取2美分。同时，这个时候 UST 的供应量上升，需求量减少，价格就会回到挂钩前的挂钩的状态。而且 Luna 的最大供应量是在10亿枚，当超过10亿枚的时候 ，Terra 会销毁 Luna，直至供应量恢复到平衡的一个水平。除了以上说到的套利机制将 UST 稳定在1美金，验证者和委托人还通过质押 Luna 来获取奖励。在 Terra 的网络中，这两个角色对维护网络安全还有交易确认十分重要。现在在 Terra 的矿池中，一些好的 staking yield 可以达到20%，而且在币安里面，一些3个月的 staking 也能达到18%的年化。Terra 它不仅得到了大资本和区块链资深专家的青睐，Terra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一些应用的。比如说，目前那个 Terra 在亚洲的电子商务市场很受欢迎。比如说在总部韩国，他们拥有广大的用户群体，而且在蒙古国搭乘出租车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Terra MNT，就是一种发行在 Terra 上的那个 CBDC，该代币直接和蒙古国法定货币图格里克挂钩。随着稳定币的持续发展，今年的稳定币发行量还会有大暴增。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这个写了2022年的一个预测，就是今年的稳定币发行量会大暴增，然后 USDC 会超越 USDT，并获得稳定币第一的宝座还有 Terra，就是今年肯定会继续发展，并且肯定会获得稳定币市值前3的一个位置。OK，谢谢 Gary。So，那这个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Gary 也介绍了这个基本面吧。然后在之前的这个 Masari 2022的 Crypto Stasis 中呢，就是这个 Ryan Silkus 也将这个杜框列入了就是加密世界中10大人物之一。那下面呢，他其实也是对 Terra 给予了非常高的好评啊。然后呢，他列了3个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 Terra 是亚洲最大的这个加密货币投资游戏之一。那它是 Layer One 前10名的这个项目，然后它在韩国呢这个加密市场中也是存在的非常深。然后呢，第二点是 Terra 实际上是被大规模用作这个第二大加密货币抵押稳定币的 UST 的抵押品。那该稳定币呢，在这个 Ryan 2021年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它的市值是72亿美元。然后他说，去年秋天，也就是2020年的秋天，是0美元。所以就是说，它在1年的时间内，Terra 做出了大概72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市值。然后呢，第三点呢，这个 Ryan 也说到，就是说 Terra 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广度非常广。然后，比如说它包含这个 Anchor 用于借贷，然后 Vega 用于衍生品，然后 Mira 用于这个合成证券，还有 Mars 用于这个 AMM。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 AMM，就是自动的这个做市商。他也评价这个 Terra 是可以与这个任何其他不叫以太坊的区块链相媲美。那长期而言呢，它可能会位于一个更稳定、可互操作的这么技术之上。那也就是这个 Cosmos 的区块链之间的通信协议。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Ryan 还提到了，这个杜框作为这个 Terra 的 founder，他也是一个非常不畏艰难、不畏困难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讲到，他2021年的时候，他们俩就要一起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然后呢，在讨论的前几分钟，这个杜框呢收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就控诉他当时应该是这个 Mirror Protocol 作为这个合成证券
的一些非合法性，所以但是呢，他收到这个传票以后呢，他立即就是拂袖而去，然后决定向这个 SEC 提出诉讼，然后进行斗争。所以这个 Ryan 说这是一场他可能会赢的斗争，然后并且无论结果怎样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所以这个 Terra 呢，还有杜框呢，他的 founder 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中也是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那 Terra 的基本面呢，大概就是上面我们介绍的，非常值得关注。最近呢，就 Terra 也一直出了一些关于这个大额购买比特币的新闻啊，之前我们也讲过。那下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Terra 为什么他要去最终逐渐购买100亿等值的这个比特币。OK，那就是目前呢，UST 这个稳定币的市值差不多是在160亿美金之上。然后呢，刚才 Gary 也介绍了这个关于 UST 与 Luna 之间的算法机制，来使这个 UST 稳定在一枚的价值对应1美元的这个水平，从而呢使 UST 具有这个稳定的价值并且可以增强它 UST 的这个流动性。那在之前的视频总结新闻环节呢，我们也为大家更新了 Terra 的 founder 这个杜框宣布要在未来购买总值为100亿美元的比特币，来 back 这个 UST 作为储蓄货币，并且呢，他们在新轮的这个购买，这个13亿美元左右的这个比特币呢，也带动了当时 Luna 还有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上涨。那杜框在3月14日的推文中呢，说到100亿美元等值的比特币作为 UST 的储蓄将打开新的一轮以比特币为标准的这个货币时代。那这个操作呢，将会让加密货币这个稳定币 UST 实现更大的流通，并且可以使得比特币作为这个数字黄金，所谓数字黄金的储存价值更有吸引力。据杜框说呢，这些买入的比特币将用来在短期内赎回一部分 UST，然后还有一些作为这个去中心化的外贸的储蓄。那这次 Terra 购买比特币来 back UST，实际上类似于原来美元挂钩黄金。那将黄金的供给作为美元的价格的标准呢？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增强 UST 的稳定性，那降低 UST depeg 美元的风险。因为这个 UST 目前是 unbacked 的，然后可以是这样做的话，可以防止这个 UST 过度的膨胀或者过度的紧缩。那如果 UST 没有一个强大的储蓄货币在背后支撑呢？当加密市场过于波动，或者说出现骤然的变动的影响下，这个 UST 将面临着所谓的 depeg 无法挂钩美元的价值，然后呢，会让其面临这个价值归零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Terra 来购买比特币支撑 UST，并告知大家要相信比特币的流动性和其在这个市场中稳固的地位。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做法是非常利好整个 Terra 这个生态系统的，它会让 UST 的价值有强保障，然后呢，而非仅是依赖其内在的这个 Luna 的供给量来支撑 UST 的稳定价值，而且同时呢，这也是对比特币的地位进行巩固。扩大这个而且还同时可以扩大这个 UST 的影响力，从而让更多的人放心使用 UST 以及进行投资。在下一期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这个 Terra 有稳定20%左右年化的收益的这个 Anchor Protocol 和 Mirror 合成证券这个 Mirror Protocol。那个人认为呢，都是比较稳健的投资选项。希望我们的介绍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 insights，有助于更好的了解与评估 Terra 的价值。同时下一期我们会介绍一个 Anchor 和 Mirror Protocol 组合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的 theta 为0，也就是说无风险，而且年化达到40%。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持续带来区块链和 Terra 上稳健的投资产品的相关信息。谢谢大家。